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23号，我们今天来谈中央政治局，它新近召开了关于中国疫情防控的这一个重要会议。习近平呢做了重要的讲话，中共呢认为呢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那么他们这个胜利有没有取得？这个胜利对现在整个中国的疫情是推动呢，还是加速了这个疫情的扩散呢？瘟疫出发的时候，中共呢，它就是隐匿瞒报；等到疫情高发的时候呢，他们又粗暴的封城。现在呢是病毒未治，就草率的就宣布复工。所以说，亡秦必楚，亡共在即。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面，他强调说，这一次武汉发生的这个新冠病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的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危机，也是一次大考。经过艰苦的努力，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积极乐观，向好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最终，习近平就强调了一下他的功劳，说是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我在对整个疫情形势判断是正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再次彰显了政的领导，彰显了党中央的智慧，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他讲这个话，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个人敢反驳他，谁敢反对他？他说取得初步成效了，他说形势一片大好，他说可以复工了。但是形势好在哪里呢？现在这个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武汉前线的一线的医务人员现在死伤的报告不断的送过来啊！就在昨天，武汉协和江北医院消化科的医生叫夏思思，他只有29岁啊，他是1月19号。当时中共还是在隐瞒疫情封城之前，他就是因为接触了感染者，去帮感染者看病，然后呢患上了这个新冠病毒，一直治疗到2月7号就突然病危了。到昨天呢，他就不幸离世了，只有29岁的一个年轻的女医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高层他都知道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而且武汉是刚刚下发了要求所有的市民补充你们个人的水啊、食物啊、药品啊，就补充你们自己家里面的各种物资，然后在24号夜里面0点又开始再次封城，这次再封15天，15天以后说是效果好，然后再追加15天，到3月25号说是看看武汉城能不能够解控。也就是说，到目前来讲还准备继续封城，而且把已经打开的所谓部分解禁的封城要把它重新封上，也就是形势非常严峻啊。因此来讲，政治局里面不同意习近平这种取得初步胜利，现在可以复工意见的人多了，只是人家不敢讲。但是习近平就强调着一定要开工，一定要复工，因为没有经济增长，中共就完了。习近平不光要复工，习近平还希望能开2会，他要开2会。政治局委员们就更不同意了，因为中共的会议有什么重要？有什么必要开2会啊？但是习近平他坚持，所以他就把政治局委员都招过来，告诉他们，现在我希望能够立即复工，而且要开2会，要听听爱卿们的意见。那么爱卿们谁敢说呢？蔡奇呢？蔡奇是习近平的得力干将，浙江新军的重要人物，被习近平重用，调到北京担任市委书记，又进了中央政治局当委员。那么蔡奇最大的功劳是前2年他驱逐低端人口了，习近平说他做得好了。但是蔡奇的恶报来了，蔡奇的儿子叫蔡尔金，蔡奇的儿子蔡尔金刚刚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因为他已经被感染上了。他被谁感染上？坊间传说是他被他的小三，他在外面抱了一个2奶，那个女的呢是个浙江温州人，他在温州当地呢被隔离14天以后，他认为没什么事，他回到北京了，跟蔡奇的儿子这个蔡尔金再去鬼混，鬼混就把蔡奇的儿子感染上了，他儿子回来又传给了自己的媳妇，又传给了自己的老婆。所以蔡奇现在儿子和儿媳妇都住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里面，在里面隔离治疗审查。那么蔡奇儿子和媳妇被感染上了，他自己会不会被感染上呢？他如果被感染上了，他会不会就把人民领袖、把伟大领袖传染上呢？这2天他天天跟着习近平到处视察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十分严峻的。而且蔡奇这个事情，你就可以联想到前几年令计划之所以翻船，跟他的儿子令谷开了一辆红色法拉利在北京街头造势，最后这辆法拉利全部翻车，他本人和2个藏族女生全部死掉，跟这件事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令计划因为儿子翻船，
最终令计划他自己个人结束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去了秦城。那么你觉得蔡奇今天会不会因为儿子染上了这个冠状病毒以后，把蔡奇的这个官位也送掉，把蔡奇就送进秦城，或者直接送进八宝山呢？这个都不好说啊。因此来讲，蔡奇对于他来讲，这个新冠病毒到北京来就是他的滑铁卢。在这个时候，要北京市保证中央的这个安全，保证中南海不产生任何新冠病毒的感染，蔡奇他保证得了吗？但习近平要叫他保证啊，因为习近平连两会都想开，更何况习近平要保证中央机关、中央大院你们安全，你北京市你必须要做好你整个北京市的工作，北京市又要开工，又要保证中央安全，保证不传染，保证瘟疫不扩大，蔡奇他做得到吗？所以这个时候，随便哪一个人提议复工，大家都不敢吱声了，没有一个人心里愿意。李克强更是冷嘲热讽，就问习近平说：“你究竟是打算防疫呢，你还是打算复工？现在疫情领导小组你让我当组长，我要安排防疫保，你说要复工，复工以后这个疫情就会扩散，就会增加。你究竟是想要钱呢，还是要命呢？”习近平气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衬衫纽扣都崩了好几个。中堂大人糊涂啊！企业停工，朝廷的罚款跟谁收？府库的税银跟谁收？各省府州县的土地我们准备卖给谁？朝廷各种不批的管理费跟哪个企业去拿？银行房贷不但放不出去，很多房贷按揭的款那些刁民们也借着借口现在不付。那么企业再不开工，过去贷给企业的那些贷款你不但收不回来，这些拿着贷款的老板有可能还要跑路。所以不开工还行吗？不开工，老百姓都封在家里面，过桥过路费跟谁收？加油站里油卖不出去，钱到哪里赚？高铁航空全部亏损，我们要付的那么庞大的租赁费、庞大的这个设备检修费，这些费用谁来出？社保是更是没人交，医保费用照样我们要付。前几年正送给非洲的所有傻逼的钱，很多都是每个月拨付的。现在非洲国家个个来要钱，美国人还要求我们兑现第一阶段协议，跟川普买大豆的钱又在哪里来？所以再不开工，中共最多能撑2个月，各个地方政府都会发不出工资来，没钱支撑，维稳体系立马垮塌，武昌起义，百姓造反，亡秦必楚。难道我9000万党员，难道在座的政治局委员无一人是男儿吗？现在这个时候只能是要钱不要命了。所以说，习近平他坚决要求立即复工，因为经济增长对习近平是第一位的。至于老百姓感染不感染上瘟疫不重要，谁感染上瘟疫就处理谁，哪个当地的地方领导你没搞好就撤职查办。至于老百姓得了瘟疫就往医院里面送，该烧就烧，该死就死。不管瘟疫怎么扩散，现在要把经济搞上去。首先经济要开工，毕竟全国就是传染个几千万，死个几千万，咱还有10好几亿。所以习近平就这个态度啊。为了复工，他们造假到了什么地步？他们可以在新华社、人民网把它登出说，中国有10几个省，什么山西、内蒙古、北京、新疆，一大堆省份，他们所有的新增都为0，死亡率都为0。这不是明显造假吗？昨天我讲的这个武汉29岁年轻的女生刚刚死掉，这个说是没有新增没有死亡，你骗谁呢？全国那么大的省份，那么大密集，那么多的人员交往，现在很多省都放开了，浙江把关卡全部撤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全省都没有一个新增，几十个省都是新增为0，你觉得你这种造假吃相太难看了？你能骗过谁呢？深圳开工才几天啊，你们逼着人家复工啊，复工就这么几天，华润万家等多家企业一下子就确诊了600多例啊，那这600多例不是新增吗？开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被传染瘟疫，然后送进医院。开工诚可贵，开学价更高。若为病毒故，二者皆可抛。千万要留在家里面。现在开啥工啊？开工就是冒险啊！香港查出一个警察，因为到一个面店去吃面的时候，可能跟那个收银员2人互相感染上，也不知道是他感染到那个女收银员，还是那个女收银员感染到他。完了回来以后，他又参加警队的一个60多人荣休的一个晚宴。这个晚宴一吃完，几十个警察都被隔离。随即，警察总部的一个女警察，昨天已经确诊了。这个女警察没有参加那天晚上60多人的晚宴啊，那么她怎么也被感染上了呢？那么很可能参加晚宴的60多个人里面，她这个毒性很大，受到这个警察传染的毒性很大。马上这60多人里面已经有人中招，他们又传给了这个女警察。至于怎么传的，跟女警察什么关系，没人知道。女警察自己传上以后回来又继续上班，在总部上班，专门向邓炳强做了1天的汇报，结果第2天女警察就被查出来了。现在就看邓炳强了，
女警她汇报了这一天是从什么地方汇报？是在办公室汇报呢，还是在酒店开房汇报呢？你就搞不清楚了。现在邓炳强是不是被染上，就要看邓炳强的造化了。如果他抵抗力强一点，可能能混过去；混不过去了，那也就是成龙大哥把邓炳强顶上一把，成龙大哥推上一把，邓炳强就去见了阎王爷。这快得很的，很多疫情爆发都不是你想象的。你觉得香港警署里面只是几个警察染上，有一部分人隔离？我告诉你啊，一爆发的速度就是很快。意大利在上个礼拜是确诊只有7例，没有几例。但是这几天，意大利一下子就成10倍的增长。目前来讲，意大利感染武汉新冠病毒的已经达到79个人，其中有2个人死亡了。根据 CNN 的报道，意大利现在已经有20多个城镇封城，米兰市长已经宣布政府关门。意大利为什么传播那么快啊？因为不久前有一个中国女人在米兰的大街上面举牌作秀，跟人家又是拥抱了，甚至还亲吻人家孩子了，说不定这个女的就是传染源。他是去作秀爱他的国，他这个人如果身体没病，脑子也会有病。问题是，他这种做法，意大利人都中招啊！意大利的男生就愿意上去跟着拥抱啊，去支持他，说他不是病毒啊。他这种作秀行为，他只敢在意大利玩，在意大利罗马、米兰，他敢玩这种爱国秀。你叫他到北京去呢，到中国去呢？他在北京，在中国，他举个牌子说他不是病毒，马那个带红标标的那个朝阳大妈就把他打得半死了，还允许你到外面去举个牌子呢？这种人就是专门在民主国家去秀，专门利用人家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利用民主国家民众的善良，利用民主国家民众的同情心，然后呢，他去玩什么举牌的。好，举牌的举的结果就是，今天意大利的人跟中国人一样，开始戴口罩抢物资。可以这样讲，根本用不到中共的解放军用1兵1卒飞1枪1弹啊，意大利就垮了。一个病毒就把意大利、米兰、罗马攻陷了，让你们意大利人民尝一尝什么叫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铁拳，就这么简单。一个病毒，一个女人往街上一站，举个牌子，意大利、米兰就攻陷了。对于那些热衷政治正确的意大利人来讲，中共如果不给他们尝到点苦头，那个意大利的总理呢，他动不动要跟习近平搞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现在病毒不是让他们已经建立上了吗？你看他怎么跟意大利人民交代？现在意大利这个传染已经相当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习近平还是世卫组织，都有非常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到目前为止，和中共关系暧昧的、勾勾搭搭的、有不断的经贸往来、旅游往来最频繁的国家，比方说伊朗啊、意大利啊、新加坡啊、日本啊、韩国，都是这次武汉新冠病毒受感染、受影响最厉害的国家。意大利到了今天，他们慌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上街游行反华了。他们认为中共不光是带来了瘟疫，而且抢光了他们的口罩，他们把这些账都算在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头上，是反华反中国人民。其实这个新冠病毒，你有没有问问，这是中国政府制造的灾难，这是习近平制造的灾难，这是中国共产党制造的灾难。中共现在往外输出的所有的恶毒，所有的病毒，所有对全世界的红色污染，都是中共这个政府的恶劣啊。但是实际上有几个老百姓，他能区分得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区分得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呢？所以他们现在反华游行，看到中国人就反感，认为是中国人传染了瘟疫。最重要的是什么？抢光了人家的口罩，因为抢口罩就很难说买口罩的那个人算是共产党的人了，他肯定是中国人嘛。现在意大利全国都买不到口罩，原因就是前1个月以来，基本上市面上所见到的口罩全部被中国人抢光了，所以人家上街游行反华，反你们啊！你们那个女孩不是站在马路上跟人家男的搂搂抱抱，高喊着她不是病毒，多少男人上去跟她拥抱啊！拥抱的结果是什么？拥抱的结果现在意大利一下子人是死了2个，然后有100多例都被传上了。现在意大利这个疫情是极大的扩散，也就是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面，意大利最厉害。亚洲国家里面，毫无疑问，日本、新加坡都很厉害。韩国这2天也沦陷了。韩国现在已经把整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上升到国家1级紧急状态。现在全韩国每一个州、每个郡县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因此来讲，韩国现在如临大敌啊！这都是你跟中共暧昧的关系啊！韩国文在寅不是动不动就要求中国人到你韩国来旅游吗？那么多旅游人群把生意是带过来了，但是瘟疫也带过来了。现在韩国你遭受的这个损失远远比你在中国人身上赚到的那点钱要多。最狠的是中共的老朋友，中共最好的2个朋友，一个俄罗斯，一个北朝鲜，他们都是对中国关口卡得最紧的。朝鲜是第一个，在整个中国武汉还没封城呢，朝鲜就宣布不允许任何中国人来了，所以朝鲜受到的影响最小。
俄罗斯虽然比朝鲜动作慢了一步，但俄罗斯来得很坚决啊，就是所有中国人赶出去啊，坚决不允许啊。不像别的国家还有什么14天隔离啦，什么停飞了航班啦，还有什么别的签证还可以进入，拖拖拉拉到最后才关了关口。而俄罗斯一开始只要是中国人统统赶走，只要是中国人得病了，他们一律驱离，所有中国人都不允许进入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和朝鲜现在受到的影响最小，受到影响大的都是那些跟中共关系暧昧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必须要为他们自己跟中共勾兑而付出这个代价。尤其是世卫组织，世卫组织在整个这次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它是欺骗全世界的。它告诉全世界都说中国没事，中国处理得很好，不随随便便把中国宣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也要求大家继续不要停止跟中共的贸易，停止跟中共的旅游，停止跟中共的两岸之航。世卫组织谭德赛不断地欺骗别人的结果，现在就变成了欧洲有很多国家沦陷了，亚洲沦陷的国家更多。谭德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中国人一说民主和科学就会说五四，五四已经谈了100年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没有来，但是脸黑心更黑的谭德赛先生倒是来了。他用他那贪婪的灵魂，伸着他那肮脏的黑手，全世界受病毒伤害的，最后一定都会去找谭德赛去索命的。所以谭德赛就是各以共产党助纣为虐的一个帮凶。今天中国的病毒攻陷全世界，谭德赛是帮助中共，谭德赛是帮助中共推广这个病毒的手工。多少人因为这个病毒已经送了命，多少人因为这个病毒的恶劣横行，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可以讲，武汉有一个女孩寻找她父亲的故事，我觉得即使是世界文豪雨果，他都写不出那么悲惨的悲惨世界啊！这个武汉的女孩因为她的父亲感染上了新冠病毒，但是社区一直不帮她父亲确诊，就告诉她父亲，你没有确诊，我们不可能收治你。而她父亲自己没有能力去想办法给自己确诊到啊，但他知道自己有发烧、有咳嗽、有感染，他不愿意影响自己的妻女，最终他留下遗书，离家出走了。女儿看到父亲出走以后，不断地苦苦哀求警方去帮助她寻找父亲，但是警方告诉她，我们在找，我们警力有限，你先待在家里面。这个女儿不允许他们家属出去找，那么警方又告诉她，警力有限，又没有帮助她找。这个女儿在苦苦哀求、苦苦等待中，最终得到了是她父亲离世的消息。在他这个悲惨故事发生以后，媒体对他做了一个采访，我们听一听这个女生是如何去告诉媒体她自己怎么走过这个父亲离家出走以后，父亲跟她生死两隔的这个经历。我现在的话就是想尽快找到我爸，让我爸早点回来，然后该怎么治就怎么治。那你是怎么知道你爸爸离家出走的消息呢？16号的时候，我爸没有回家做饭，然后到了3点钟的时候，我妈就开始慌了，然后就在家发现我爸的手机里面，然后就留下给我妈留下一封信，说我走了，不能陪你到老了，然后无处可逃。然后我妈就开始慌了，就打电话报警，然后就在家翻到了遗书跟那个纸条。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听到以后？我肯定着急啊！我爸那么好的一个人，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整晚都睡不着觉。然后我今天已经第6天了，我基本上没有吃过饭。你们报警了，然后警察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说一直在找，但是警力有限。现在你们是发现了有一个监控摄像头上有他的背影，是这样吗？对，那是在汉南沙漠的这个江滩边上。你一看就知道那是你父亲？对，我非常确定那是我父亲。而且这个图片跟我们家翻墙，就是我们小区也是有一个监控的，跟我们小区翻墙出去的穿着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走路的样子也是我爸的样子。所以他现在并没有确诊，他自己是一个怀疑自己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就根本没有医院收治他，没有给他确诊，然后他人就离家出走了，是这样是吗？对，他也没有让我们家属出去找，
他自己又精力有限，他也不让我们家人出去找，这就是最大的影响。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上街，你知道父亲这个消息以后，也只能在家里面守着等着消息，是吗？对，整晚都睡不着觉，每天都是我们主动的给警方联系问线索，从来没有警方主动的跟我们联系过。可以这么说，世界文豪雨果在多年前写过一本《悲惨世界》，他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而这个武汉女孩，她父亲离家出走的这个故事，我觉得雨果在今天都未必能够谱写出这个女孩子她心里面这种悲伤的经历。武汉这个普通人的家庭，因为一个父亲爱妻子爱女儿，最终他放弃了自己。而这个女儿在父亲的最后的日子里面，在不断的寻找的过程中，给这个女儿带来的无尽的悲伤。这就是习近平讲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国的初步胜利就是建立在老百姓的牺牲、老百姓的血泪之上的啊。而他们赵家人不在乎，他们赵家人早就把自己的儿女全部安排到国外了。可以讲，所谓世界上的撤侨，绝大部分撤的侨里面有一半都是中共的达官贵人的子弟啊，所以他们不在乎啊，你老百姓死就死啊，他们的儿女早就在西方啊，很少有在武汉的。即使是在武汉呢，也是加入了美国籍、加拿大籍，加入了欧洲籍，最终这些国家撤侨就把这些达官贵人家的孩子全部给他们撤走了。这个加拿大有一个年轻的一家三口，因为他们是加拿大国籍，加拿大政府不可能不把他们从武汉接回来。但是他们接回来，他们感谢的不是加拿大，他们手里举的不是枫叶旗，他们手里面举的是五星红旗，他们爱的是他们的国，接他们的是加拿大国家，承担他们所有包机费用的是加拿大政府，把他们从武汉这个遍地是瘟疫有可能传染的这个危险境地，把他接到加拿大安全的地方，是加拿大政府在付出人力物力，在付出巨大的对他们的人道。但是他感谢的是共产党，他感谢的是中国政府，他认为他是在中国政府共产党给他的恩惠才让他移民了加拿大，因为他移民了加拿大有加拿大的这个身份，加拿大就必须要保护他，而保护他所有的恩情，他感谢的是这个邪恶的党。为什么他会感谢这个邪恶的党？因为他是党的儿女，他是赵家人，或者他是跟赵家有关的达官贵人子弟。至于武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她的父亲因为自己感染上离家出走，然后用自己了断而不影响儿女的这种悲惨的家庭，在中国这样杨改兰无花艳的家庭有多少？共产党趁着疫情到来，不断宣布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你们赶紧复工，然后在全世界希望全世界把物资往中国拉，希望世界上的富豪个个来捐款。很多富豪是慷慨解囊的，华春莹动不动就说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帮助，比尔盖茨一个人就给了7个亿，那么比尔盖茨给的这7个亿不是对中国的帮助吗？比尔盖茨给的是现金啊。香港在去年反送中运动中，你们派出多少黑警把人家香港人打得死去活来啊？但是中国每次碰到疫情的时候，哪一次香港人民没伸出援手呢？香港有一个年龄已经比较大的女影星叫罗兰，她个人就捐款了100万。日本有一个明星叫苍田保昭，他个人就捐款了150万。你想想看，这些人都是用什么胸怀，用什么心灵？这些人都是用什么样的情感来对待中国普通的人民，对待中国的灾民？怕就把他们捐出来的这些现金，可能就给共产党瓜分了，给红十字会就贪污了，给郭美美这样的人可能又买了几个 LV 了。在中国不就是这样吗？在中国所谓的慈善就是官办慈善，是共产党控制的慈善，你所有权进了红十字会，进了慈善总会，就进了共产党这些达官贵人的腰包里面，然后他们就拿着这个钱把他们自己的儿女移民到海外了。也就是当中国大的灾难来的时候，全球都在撤侨的时候，把他们的儿子先接到海外去。至于中国的老百姓，你就在家里面抗病救灾，你活就活，你死就死，你到死了你都要挨打，都是党给你带来的恩情。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共产党在如此统治下，我觉得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么大的一个瘟疫的爆发，瘟疫的传染，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你真的应该醒过来了。当鞭子没有抽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没有觉得疼，你觉得鞭子打的别人，但是这个瘟疫之下，你和大家都是公平的。很可能你被染上瘟疫啊，很可能你的家族里面有某个人因为染上瘟疫就死掉了。当你看一看共产党的这个统治是导致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后，你觉得这个共产党，我们难道还不要大家团结起来把它推翻吗？把这个制度结束吗？把这个黑暗的杀人吃人的制度让它在我们的手上结束，让我们的儿女过上一份我们再也不需要担惊受怕的生活吗？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